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喺較早嘅時分，呢個從來都非常之高傲、趾高氣揚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喺同到我哋中方嘅高級官員會面以後，嗰個態度就竟然發生180度嘅轉變。從來好串嘅布林肯，竟然喺呢個時間呢就變到非常之平和，再冇講一啲刺激中國嘅說話，仲話到呢，佢係樂於見到中國發展嘅。而那邊廂同樣都係喺較早嘅時分，我哋中國嘅外交部長王毅就喺馬耳他嗰度呢嚟到去見到呢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嘅。沙利文都可以話到係近排美國嗰邊嘅當紅炸子雞，而家好多外交上嘅事務呢都係交俾沙利文去處理嘅。而無獨有偶，沙利文嘅態度呢亦都變到好合作，仲嚟到向中國去到傾下一個所謂嘅中美共管台省分歧嘅具體細節。而家好明顯，從呢兩個美國人嘅態度，我哋就可以睇到美國對華嘅戰略睇嚟已經作出咗根本性嘅轉變㗎啦。點解會發生啲咁嘅情況呢？點解美國突然之間對中國嘅態度軟化起上嚟呢？係咪遇到啲咩事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將呢個現象慢慢嚟同大家講下。再之後嘅就係喺我去完東北，去完呢個旅程之後其中有3日嘅時間呢，我就逗留喺大連嘅。當陣時，我就喺旅遊車上遠眺到十分之著名嘅大連造船廠，亦即係前一段時間我哋所戲稱到嘅達里安造船廠。喺親眼睇到大連造船廠以後，都俾佢嘅規模所震撼到，所以翻到嚟呢，我就想做一個關於大連造船廠嘅故事。轉頭翻嚟，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大連造船廠點樣由一個寂寂無名嘅維修廠，去到成為能夠建造出我哋中國航空母艦嘅搖籃基地。究竟當中係發生咗啲乜嘢呢？佢嘅歷史故事係點樣嘅呢？轉頭翻嚟，我哋亦都會嚟到慢慢去講下噶。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喺12月21號至1月2號嘅就會有我哋嘅新潮文雲南之旅嘅。今次呢，我哋就嚟到玩13日，行程內容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係有別於出面嘅旅行團嘅。想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同埋報名嘅安排。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嘅詳情以及係報名嘅事宜嘅。而另外，我亦都會喺今集嘅節目尾段嚟到做一個20多分鐘嘅今次旅程嘅詳細介紹嘅。想知道嘅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裏面最後嘅20多分鐘嚟到了解一下今次由我親自設計嘅呢個團裏面嘅詳情，了解一下今次嘅雲南之旅係一次養生之旅嚟嘅，就特別適合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想知嘅記得睇埋最後嘅20多分鐘影片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今晚就有我哋嘅新潮文直播，時間就係禮拜6晚嘅晚上10點鐘，約定同大家見面啦。仲有嘅就係記得做齊新潮文3寶，以及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喺同中方嘅高級官員見完面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佢嘅態度就被迫軟化落嚟。而與此同時，中國外長王毅喺同美國國家嘅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位於馬耳他所舉行到嘅會晤，亦都有差唔多咁嘅效果喎。喺呢兩次中美雙方嘅高層會晤之後，從整個表現睇上嚟，美國嘅態度睇嚟同之前有咗唔同啦。好明顯，美國喺對待中國嘅態度方面係比起之前有所軟化，而且軟化咗好多添。點解會咁樣嘅呢？其實從我哋之前嘅直播所講到，布林肯突然之間轉咗口風，話到會喺中國嘅立場上面去到看待中國應有嘅崛起。呢件事其實已經引起咗當時我嘅注意噶啦，所以我就特登去到揾下再深入嘅資訊，就發現到原來喺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紐約見到我哋所出席到聯合國大會嘅中方高層，以及係頭先我所講到喺馬耳他中國外長王毅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見完面之後，就有咗一個咁樣嘅態度出嚟。
其實係同到而家美國對華戰略所作出改變係有絕對嘅關係嘅。不過可能外界就對呢件事唔係話太過敏感，因為一切嘅變化都嚟得相當之微妙，所以我今日就要特登拎出嚟講。呢件事唔係咁巧嘅，兩次嘅中美雙方表現睇上嚟呢，都係發放住一致嘅信號嘅。其實打從中美雙方之間再對上一次嘅高層會晤呢，就已經係要數翻喺布林肯喺結束對北京嘅訪華之旅嗰一次噶啦。當陣時布林肯喺臨走嘅時間呢，就曾經向到王毅外長發出訪美嘅邀請嘅，但係當陣時咧，中方係斷然接受呢個邀請嘅。可以睇得出喺幾個月前嘅中方態度咧，依然係十分之強硬嘅。而好明顯喺嗰次之後，無論係美國白宮又好，或者係布林肯都好，其實佢依舊都係迫切希望同中方嘅高層嚟到進行溝通嘅，但係一直都冇咁嘅機會。而今次布林肯終於有機會見到中國嘅高層啦，但係布林肯咧見嘅就唔係王毅，而係我哋其餘嘅高層喺出席聯合國大會嘅時間上邊可以作出見面嘅啫。喺今次嘅會談入面，中方嘅高層亦都一如既往表示到維持中美關係穩定係對兩國甚至係全世界都係極為有利嘅。中國嘅崛起對美國係好事，美國唔應該將中國嘅崛起視之為威脅。中國對美國始終都係堅持住尊重、和平、合作嘅原則，希望美方能夠配合中國，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喺上年印尼 G20 峰會裏面嘅雅加達共識嘅，亦都希望美國能夠用實際嘅行動，唔好再講一套做一套，更加唔好喺應承完中方有關承諾之後，就轉個頭做出傷害中國嘅事。希望中美關係能夠盡快地回到正常嘅軌跡上嚟，造福兩國嘅人民。其實相關嘅呢一個聲明，中國喺今年裏面對住美國都會重複講一次嘅。之所以要不斷咁重複咁講，就係因為美國根本冇做到喺上年對我哋中國作出嘅承諾，一次都冇。而且喺每次嘅會晤裏面呢，美國多多少少都係要擺出一副傲慢嘅態度嘅。但係今次唔同喎，今次布林肯雖然就冇見到王毅，因為王毅去咗見沙利文啊嘛，雖則係咁，布林肯呢就已經冇咗之前表現出嚟嗰一股傲慢嘅態度，亦都冇繼續再提到美國將會對中國繼續嚟到去到持續打壓諸如此類等等嘅呢啲荒謬言論。呢啲說話喺布林肯位於紐約見到中方嘅高層嘅時候呢，都冇再提及到啦。布林肯甚至表示到希望中國嘅發展能夠成功，能夠繼續為世界經濟嘅成長作出貢獻。而布林肯呢次亦都提出希望能夠促進同中方之間嘅溝通，雙方能夠去到共同管好分歧，並且維護兩國嘅穩定發展，去到繼續努力嘅。從表面睇，布林肯嘅態度睇嚟咧，同之前好似判若兩人一樣，唔再高傲，唔再趾高氣揚，亦都唔再對中國進行無底線嘅指責同埋抹黑。嗱，雖然可唔可信就另外一回事，多數都唔係好可信㗎啦。但係起碼從呢一刻表面睇上嚟，布林肯身為美國國務卿嘅身份，佢嘅一切公開表現，其實都係反映住美國政府情勢嘅反應嚟嘅。佢嘅個人表現，其實亦都係反映咗美國嘅意志嘅，亦即係話到美國目前所面臨嘅情勢，就令到布林肯唔可以唔放低姿態，要用到比較溫和嘅說話嚟到同中方進行對話，咁就更加唔可以對中方嘅態度同埋主張去到提出直接反對啦。布林肯之所以有咁嘅表現，其實亦都係反映咗美國而家嘅實況嘅。現時嘅情勢對於美國嚟講係屬於不利嘅，就例如喺俄烏戰事方面，烏仔嘅反攻咧，基本上已經係宣告失敗㗎啦。從佢多次宣布反攻，整個夏天都即將完結啦，都冇一啲似樣嘅反攻做到出嚟，反而就造成大量嘅人員損失。嚟緊嘅冬天即將來臨啦，歐洲嘅寒冬好快又會再次降臨，烏仔軍面對嘅情況咧就將會更加困難。但係呢一刻，美國已經騎虎難下，係繼續撐落去，繼續軍援烏仔啊，定係及時收手呢？如果再繼續撐落去嘅話，將會係一個無底深潭，但係又落唔到台喎。究竟美國同埋歐洲仲要撐到幾時呢？而另外一方面，俄佬嘅陣腳就越站越穩，
睇嚟咧就已經適應咗呢一場戰事啦。而且俄佬方面咧，亦都調動到佢國家嘅所有資源同埋力量嚟到準備長期投入呢場戰事。好明顯，去到呢一刻嚟講，勝負咧基本上都已經係定咗落嚟噶啦。再加上喺近日朝鮮嘅領導人去到俄羅斯嗰度作出訪問，雙方之間已經達成咗軍事合作。關於朝鮮方面可以無限量嚟到支援俄羅斯所需要嘅武器以及係彈藥，對於呢一方面嚟講呢就係美國最唔想見到嘅情況。但係偏偏佢亦都無能為力，因為兩個被極限制裁嘅國家其實已經再冇包袱，走埋一齊都係遲早嘅事。喺面對住咁不利嘅情形底下，美國嘅呢一步棋搞不好嘅話，仲會反噬到去到美國國內添。而那邊廂，美國喺中國周邊頻繁咁進行軍事行動，目的咧就係想用到武力嚟到威脅中國嘅，希望透過呢啲軍事行動可以令到中國屈服，可以令到中國讓步。但係呢一切嘅軍事行動都俾中國以更加強硬嘅行動以及係態度嚟到去堅決回擊。關於呢個咁樣嘅做法，亦都令到白宮甚至係美國軍方面大為緊張。佢哋而家開始質疑緊美國對華嘅軍事壓制戰略，究竟會唔會造成反效果，反而係對佢哋自己不利嘅呢？如果要講到喺中國周邊美國嘅行動，當然唔可以唔提嘅就係台灣方向啦。布林肯之所以軟化落嚟，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同到再之前王毅以及係蘇利文喺馬耳他呢一笪地方，雙方連續見面咗12個鐘頭，係好有關係嘅。王毅同蘇利文，與其話見面，不如就係話到雙方暗戰咗12個鐘啦。而呢場暗戰裏面，喺事前同埋事後咧，都可以話做到相當之保密。係後到尾，雙方見完面之後咧，先至由到中國官方嚟到去講述今次嘅會面大概嘅內容嘅啫。而呢次王毅以及蘇利文嘅會見，最主要所提及到嘅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嘅面向台灣嘅問題。頭先就講到美國開始反思自己喺中國側邊所進行到嘅軍事挑釁行動，甚至乎再講大一啲，究竟喺中國附近用到武力圍堵中國呢個策略是否正確？係咪根本壓制唔到中國，反而有反效果？而因此要作出檢討同埋反思。今次王毅同蘇利文兩個人交涉咗12個鐘頭，就係要講到雙方對台灣問題嘅睇法，而美國好明顯係縮咗沙嘅。台灣問題一直以嚟都係美國牽制住中國嘅王牌，點解佢會縮沙呢？喺今次王毅同蘇利文嘅見面，有消息就指導中美雙方之間嚟緊對台灣問題嘅做法，好有可能由以往嘅針鋒相對變成做中美之間嚟到技術性共管台海嘅。而今次王毅同蘇利文所傾到嘅就係呢一啲嘢，以及係具體嘅做法。究竟乜嘢叫做中美技術性共管台海呢？嗱，所謂嘅技術性共管台海，意思咧就係喺台灣問題上面，通過中美之間雙方嘅提前協商，加強溝通，避免誤解誤判，甚至乎係中美之間一齊共同打壓台獨嘅勢力，避免讓到台灣問題成為中美關係之間嘅破壞性因素，進而達成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嘅目的，就係呢個所謂嘅技術性共管台海啦。而家嘅問題就係中美喺未來嘅一段時間裏面，係咪真係有可能通過協商可以做到所謂嘅共同管制台海風險呢？嗱，喺短時間內呢，的確係有咁樣嘅可能性係做得到嘅，但係長遠嚟講，中國同美國嘅心態咧係完全唔同嘅。對於拜登政府嚟講，台灣問題係美國制衡中國嘅一個重要因素，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一把雙刃劍嚟嘅。搞不好嘅話咧，就會自己都受到牽連。就例如好似上年8月份嘅時間，佩洛西竄訪台灣地區嘅呢件事上面就導致咗中美關係嚴重退化。同一時間咧，亦都推動咗台海爆發軍事危機嘅。喺嗰一刻開始，美國先至猛然咁醒覺到其實如果解放軍喺嗰時採取行動嘅話，美國根本就冇做好台海爆發軍事衝突嘅危機嘅。而除咗咁樣之外，之後嘅故事大家都好清楚啦。解放軍就通過自己嘅行動
嚟到迅速改變到台海嘅軍事態勢。時至今日，嗰條所謂嘅台海中線早就已經唔存在啦。解放軍所推進到嘅就由原本台海中線靠近大陸嘅一側，就大幅度增加到已經去到西太平洋地區啦，就將整個台省都已經包圍起上嚟，仲要往前推進多幾百公里添。唔單止進一步已經壓縮台軍嘅防禦重心，甚至乎就已經將解放軍嘅戰線推到去關島附近啦。咁樣嚟講呢一個局面係對美國非常之不利嘅局面嚟嘅。好明顯，解放軍所推進嘅步伐係比美國快得多嘅，雖則美國就一直暗啞底推動到整個台島嚟到去刺蝟化、武裝化，要將台省呢佈置成一個所謂嘅一個刺蝟島，亦即係發展到台省軍隊嘅非對稱作戰能力，甚至乎已經開始培訓到營級規模嘅台軍部隊㗎喇。但係即使係咁樣，都唔夠解放軍嘅進步速度快，而且要令到台灣島刺蝟化同埋發展非對稱嘅作戰能力，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做得到嘅，點都要搞一段嘅時間，最少都唔係依2-3年可以完成得到嘅事嚟嘅。但係解放軍嘅推進唔使1年就已經推到出去西太平洋啦，所以面對咁樣嘅情形，好明顯係美國蝕章嘅。因此呢個咁嘅拜登政府就認為到再咁搞落去嘅話，都係自己蝕章嘅啫。與其壓迫強硬嘅做法，所換嚟嘅反而係反效果。拜登呢都未痴呆得晒嘅，咁倒不如換過另外一種戰術，以風險可控為題，盡量唔好刺激中國以及係解放軍，因為嚟緊呢大選即將來臨啦。而家嘅情況係咁嘅，美國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嘅競爭就越演越烈。美國現在嘅政壇內部亦都存在住好多不確定性嘅因素。咁喺我哋頭先都提及到啦，俄烏嘅戰場上面，烏仔又陷入不利。如果萬一喺呢個時間再加上埋台海爆發軍事危機，咁樣呢個時間拜登所領銜到嘅民主黨政府一定會俾佢嘅對手共和黨嚟到去極限指責嘅。兩條戰線你都失敗，拜登政府就會被指責做冇能力處理同中國以及係俄羅斯嘅競爭上面嘅。所以而家美國就要縮啦，最少佢可以做到喺台灣嘅問題上面係屬於可控，唔好再刺激中國。其實短期嚟講，對拜登政府咧係絕對有好處嘅。咁當然啦，俄烏嗰邊就係另外一回事，因為話晒嗰度咧都仲打緊仗，點樣收科都係一個難題嚟嘅。但總好比兩邊嘅戰線都一齊失敗嚟得更加好啊！起碼都仲可以保得住台省呢邊風平浪靜啊嘛。嗱，所以美國嘅軟化，布林肯嘅態度突然間轉變，沙利文又肯同到王毅去到商討台省嚟緊共同協商，以降低雙方之間嘅分歧。呢一啲嘢全部都唔係免費嘅午餐，亦都唔係美國無啦啦變咗好人，而係喺情勢上、政治上佢有咁嘅需要，先至做出咁樣嘅行為嘅啫。嗱，美國方面就出自於咁樣去到態度軟化啦，而對於中國嘅角度嚟講，又係另一回事喎。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當前最大嘅戰略利益始終都係發展嘅。畢竟我哋依然係一個發展中嘅國家，雖然我哋呢一刻已經足夠強勁，但係如果要有把握喺台灣嘅問題上面更加有把握嘅話，發展對於我哋嚟講呢，始終都仲係需要嘅。起碼我哋嘅發展可以做到有一刻我哋要武統台省啦，我哋要攤牌啦。喺嗰一刻之前，所有嘅萬事俱備工作我哋一定要做好。例如係啲乜嘢啊？當我哋已經發展到我哋嘅軍事力量已經可以確保完全拒止到任何嘅外國勢力介入，包括埋除咗台海方向以外，其餘中國周邊嘅地方，起碼我哋要準備要有同一時間喺中國周邊三線作戰嘅準備。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就係要做到喺我哋攤牌之前，要完全降低我哋所有嘅高科技產業嘅領域對西方嘅依賴，係要做到差不多係全部產業領域呢一個標準。而家嚟講咧，都仲係有一啲手尾去到跟嘅，就未能夠實現全領域嘅國產化。
所以呢一步咧，我哋要繼續發展。第三，要喺我哋攤牌之前嚟到建立起壓制西方金融制裁嘅有效結算體系，要能夠做到西方對我哋嘅金融制裁仿如好似拗痕一樣。喺呢一點，我哋亦都係需要發展。而喺經濟方面，我哋亦都要加強建設好自己嘅內循環等等等等呢一啲啊，喺我哋準備武統台省攤牌之前嘅準備功夫，去到呢一刻咧，其實都係需要時間再進一步鞏固嚟到作出充分嘅準備嘅。只要我哋嘅準備越充分，未來喺統一嘅過程入面所付出到嘅代價就會越少。並唔係話喺我哋攤牌嘅嗰一刻係唔會付出代價，當然代價一定有嘅，但係準備越充分，所帶到嚟嘅影響就越低。須知道我哋呢一刻依然係需要以時間換取空間嘅，時間就係我哋嘅朋友。對於一個依然保持喺高速發展嘅國家入面，時間始終都係企喺我哋呢一邊嘅。所以呢一刻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好好管控台海嘅風險，亦都係我哋嘅選擇。嗱，咁從中國同埋美國嘅角度睇，既然大家都係要好好管控台海嘅風險，大家都有咁嘅需求，當然就可以坐低傾落嚟啦。呢一切咧，都只不過係臨時嘅政治決定嚟嘅啫。咁聽完我嘅分析以後，當然就會明白到中國嘅角度睇同美國嘅角度睇係完全兩回事嚟嘅，但係目標暫時係一致嘅。至於嚟緊中國同埋美國可唔可以能夠成功去到建立一個技術性共管台海嘅機制，而家嚟講咧都係言之尚早，都依然係個謎嚟嘅。不過我哋咧就可以由最近拜登政府嘅做法咧嚟睇到啲端倪出嚟嘅。比如就係話到啊，喺今次嘅聯合國大會上面，美國方面咧就已經再冇拎到台灣嚟做議題，從表面睇起上嚟咧都算係有啲誠意嘅。當然啦，喺未來我哋需要再觀察一下一啲更加實質嘅嘢，例如就係拜登政府對台軍售嘅額度變化會唔會下降呢？亦都會唔會嚟到繼續出口一啲敏感性嘅武器？會唔會喺出口武器甚至乎係美國對台省所謂嘅捐贈武器入面作出一個大幅嘅折扣呢？呢啲實質嘅行動係我哋更加關注嘅。當然仲要睇埋嗰啲所謂嘅台省領導人喺過境美國嘅時間，去美國述職嘅時候所面臨嘅接待同埋規格等等嘅呢啲蛛絲馬跡，都係嚟緊我哋需要睇嘅嘢嚟嘅。如果美國喺呢啲東西上面都全部降晒格，咁樣我哋亦都可以起碼確保呢幾年入面美國嘅戰略轉變係暫時唔會攞台省嘅問題嚟到去焫火頭嘅。當然啦，求人就不如求己。中國大陸現在呢一刻係完全有實力喺台灣嘅問題上面對美國施壓，亦都係掌握住解決統一問題嘅主導權嘅。當前我哋唔好因為美國所謂嘅態度軟化就嚟到去放鬆，我哋更加應該係以鬥爭嚟到去換取和平。只有我哋嘅實力越強大，就會進一步壓縮美國支持台灣地區當局嘅空間。當然，我哋唔想喺台海嘅問題上面使用武力，亦都唔想使用到武統嘅策略嚟到去追求統一。但係我哋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戰爭係完成統一大業最後不得已嘅選擇。當前嘅中國應該繼續以發展為主，繼續將美國當成鬥爭嘅對象，咁樣繼續行落去，只會對我哋越嚟越有利。而家嘅情況對於我哋嚟講呢，都係幾好嘅。跟住落嚟就嚟到講下有關於呢個大連造船廠嘅。嗱，點解要講到呢個話題呢？因為喺對上一次我返到內地嘅時間呢，就係去到東北旅行啊嘛。我相信大家都知噶啦。而去到東北嘅第一站，我哋呢就係由到香港飛到去大連嘅。就喺嗰個時間，成個旅程入面啊，我就總共逗留咗喺大連3日嘅時間。期間呢，我亦都有幸喺路途中見到呢個大連造船廠。其實就可以話到啊，整個大連嘅沿海側邊呢，都係佈滿住一個非常之龐大，由到唔同船廠所造成到嘅一片造船設施。當中呢，真係俾佢嚇親啊！而且我眼尾亦都睄到，正在喺大連造船廠接受到改裝工程嘅我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雖然嗰一刻呢係一瞬即逝，
但係當親眼目睹嘅嗰一刻，都係為之震撼嘅。所以今日我就特登嚟到去開一個話題，講述到咧大連造船廠嘅來由。究竟大連造船廠點樣由一間毫無生產或者叫做製造船隻能力嘅造船廠，嚟到完成大逆襲之路，成為咗我哋中國航空母艦建造嘅基地以及係搖籃當中嘅呢個過程，究竟係點樣嘅呢？嗱，距離我哋第3艘嘅航空母艦福建號航空母艦即將要海試嘅日子咧，就越嚟越近啦。福建艦即將係中國第一艘採取住大直通甲板，配備埋電磁彈射器，兼且會配搭到我國第一架艦載隱形戰鬥機嘅大型航空母艦嚟嘅，就可以話到咧，福建艦喺綜合嘅性能上面已經係完全對標美國最新嘅福特號航空母艦。而唯一唔同嘅地方就係福建號冇好似福特號咁樣嚟到去採取核動力咁解嘅啫。呢一刻嘅海軍，我哋所追求到嘅係穩定，所以我哋喺福建號嘅身上係使用咗穩穩妥妥嘅常規動力作為我哋嘅優先選擇。但係即使福建號佢唔係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都好啊，現在福建號航空母艦嘅水平其實就係代表住我哋中國艦艇工業裏面嘅最高水平，亦都係屬於全球頂尖航空母艦嘅行列入面嚟嘅，就可以話到係咧全球艦艇工業皇冠上嘅一顆明珠。咁樣講亦都係不為過嘅。隨住福建號即將嘅海試嚟講咧，中國嘅百年航母夢伴隨住我哋中國百年嘅強軍夢，又向前邁出咗一步堅實嘅步伐。中國航空母艦由0去到1，再由1去到3艘，唔單止航空母艦嘅數量越嚟越多，佢嘅質量亦都越嚟越高。要講到中國航空母艦事業嘅起點，就一定要從建造我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以及第2艘航空母艦山東號呢2艘中型航空母艦嘅建造者大連造船廠嚟到去講起嘅。究竟中國係點樣一步步實現航空母艦夢嘅呢？大連造船廠點解會成為咗我哋中國第一個航空母艦製造嘅基地呢？而唔單止係航空母艦，其實整個中國海軍嘅發展史，好多我哋海軍嘅艦艇其實都係由大連造船廠建造，就可以話到咧，大連造船廠係中國海軍艦艇嘅搖籃嚟嘅。其實大連造船廠嘅始創人原來唔係中國嚟嘅，反而係從前嘅沙俄帝國。嗱，今次我去到東北咧，就十分之了解呢段歷史啦。真係有時唔親身去到一個地方嘅話咧，你係唔能夠感受到當中屬於嗰個地方嘅獨特故事嘅。或者咁講，你唔可以喺印象裏面更加深刻了解到嗰一段歷史嘅。嗱，大連造船廠咧就係創立於1898年嘅。喺嗰一年，從前嘅沙俄帝國就喺清政府嘅手裏面強行租借到大連以及係旅順2個港口嘅，租借到我哋中國嘅港口，目的咧就係為到當時嘅沙俄帝國艦隊旗下嘅太平洋艦隊就去揾到一個太平洋嘅出海口嘅。雖然喺沙俄帝國係當陣時已經霸佔到我哋嘅海參崴嘅時間，都總算揾到一個太平洋嘅出海口，以供到佢哋嘅太平洋艦隊使用。但係畢竟海參崴嘅地理位置以及係港口條件，如果要相對於大連港以及係旅順港嘅話，其實都係失色不少嘅。最起碼嘅就係大連港以及係旅順港係名副其實嘅全年不動港，亦即係話到佢全年都唔會結冰嘅。但係海參崴就唔同啦，海參崴起碼喺1年嘅時間入面，都總有幾個月嘅時間喺港口上面咧都係會結冰嘅。而且如果要面臨太平洋方向嘅話，大連港、旅順港亦都係比起海參崴嚟得更加方便。正正係因為咁樣嘅原因，當時嘅沙俄帝國就嚟到強佔咗我哋嘅呢2個港口，成為咗駐紮沙俄太平洋艦隊之用嘅。但係由於大連同埋旅順都實在離沙俄嘅核心工業區太過遙遠啦，當陣時沙俄嘅核心工業區都係清一色集中喺歐洲嘅方向嘅。當沙俄太平洋艦隊嘅海軍駐紮喺中國東北，佢哋係冇可能經常翻去歐洲嗰邊橫跨萬里咁樣去嘅。但係要駐紮到一支艦隊嘅話，對於艦隊嘅日常維修
維護嘅工作始終都係需要嘅，所以有鑑於此，當時嘅沙皇咧就命令到當陣時嘅中東鐵路局就嚟到去投資3242萬嘅盧布嚟到去籌建中東鐵路公司輪船維修嘅工廠，以及係中東鐵路旗下嘅造船工廠嘅呢一啲當時嘅投資，呢啲咁嘅建設其實就係大連造船廠嘅前身啦。嗱，雖則係咁樣嘅情況，但係正如我之前講啦，當陣時嘅沙俄帝國所興建嘅呢啲設施，其實都係為到服務佢嘅太平洋艦隊作為平常日常嘅維護工作同埋維修嘅啫。所以呢個由到沙俄建立嘅造船廠，其實係唔具備到製造船隻嘅能力嘅。佢嘅主要工作始終都係負責維修船隻同埋日常打理保養船隻嘅啫，只係為到沙俄太平洋艦隊作為配套後勤嘅維護基地咁解嘅啫。去到之後6年後嘅1904年，喺我哋東北亞地區就爆發咗一場好著名嘅戰爭。呢一場就係由到日本以及係俄羅斯所爆發到嘅日俄戰爭。日俄戰爭嘅結果就係由到日本取得全面勝利嘅，呢個亦都係首次由到一個亞洲國家擊敗屬於一個歐洲國家嘅先例。隨住日俄戰爭，日本全面取得勝利，亦都喺我哋中國嘅東北地區接收到當時沙俄帝國嘅利益，所以咧就由到沙俄帝國嘅手入面，日本咧就搶走咗大連同埋旅順兩個港口，亦都為到呢兩個地區所帶嚟到差唔多50年嘅日式殖民化統治。因此由到沙俄帝國先前所起嘅呢啲造船廠咧，亦都落入到日本人嘅手入面啦。喺我去東北旅行嘅時間，當地人就形容為呢一場日俄戰爭就係形容為有兩班出面嘅人喺你屋企打交一樣，兩班唔關事嘅人為咗爭奪利益而喺你屋企打交，到最後就係搶佔你嘅嘢。呢個形容我自己就覺得咧係相當之貼切嘅。而喺當陣時，日本打贏咗日俄戰爭以後，亦都企圖以中國東北作為跳板嚟到侵略，並且妄想地諗住鯨吞整個中國嘅。就係因為咁，當日本一步步攞到中國東北以後，就開始對中國東北嘅造船工業進行擴張。日本先後設立同埋擴建喺東北嘅造船廠，就有到丹東造船廠、營口嘅造船廠、旅順造船廠、大連造船廠、哈爾濱造船廠，仲有一啲以日本名命名嘅，例如係深崎造船廠、小林子造船廠、金田造船廠同埋關東造船廠嘅。呢啲造船廠嘅建立唔再係好似從前由到沙俄帝國所建立嘅，只係負責維修船隻咁簡單。新建立嘅呢啲船廠係真正具備咗艦艇製造嘅能力嘅。咁點解日本要喺中國東北設立咁多嘅造船廠呢？目的好簡單，佢哋睇中嘅就係因為中國東北佢嘅物資富饒，所有重工業都應該具備到嘅條件，中國東北亦都有。例如煤炭、鋼鐵嘅資源非常之豐富。日本喺東北設立大批嘅造船廠以後，就可以大肆掠奪中國東北嘅物資。當呢啲物資都投入到嚟造船嘅時間，就可以將做好嘅船直接運送翻到去日本本土，嚟到服務當陣時日本嘅戰爭機器嘅。喺嗰個時代，中國東北嘅工人根本享受唔到任何嘅紅利，只有好似而家美國佬話齋嚟到被逼強迫勞動嘅啫。終於去到我哋抗戰勝利啦，當擊退咗日本人以後，和平再次降臨。當陣時咧，大家都以為東北嘅一切可以回復正常，主權終於可以收翻嘅時間。點不知喺呢個時間，蘇聯又嚟到去捲土重來。當陣時，蘇聯嘅領導人史大林就認為到之前有到沙俄帝國所建造到嘅中東鐵路、大連造船廠、旅順造船廠等等嘅呢一啲由到沙俄帝國建立嘅設施，都係屬於沙俄嘅資產嚟嘅，所以蘇聯係可以順理成章嚟到去繼承呢啲所謂嘅遺產嘅。因此就以此為藉口，就唔願意嚟到交付呢啲設施俾我哋新中國嘅。基本上喺蘇聯紅軍擊敗咗日本關東軍以後，就喺中國東北地區繼續賴死唔走。當陣時嘅史大林根本就係要想恢復到沙俄時代對住滿清不平等嘅對待，佢咧係要想
繼承呢一啲沙俄帝國時代位於中國嘅特權嘅。喺當陣時十分之無奈，由於我哋新中國嘅成立力量都依然係好薄弱，所以無奈我哋亦都要被迫接受到中東鐵路、大連造船廠等等嘅呢啲設備係要由到中國同埋蘇聯共管，呢一啲嘅設備呢，亦都變成咗中蘇合營嘅公司。但係呢一切好快就作出變化，隨住我哋新中國決定要進行到一場改變我哋命運嘅戰事。當我哋決定派遣志願軍渡過鴨綠江嘅嗰一刻，抗美援朝嘅戰事正式打響。呢一場被譽為係現代輕步兵作戰嘅巔峰，竟然可以用到隨身嘅輕量裝備嚟到對抗到當陣時武器齊全嘅美國以及嘅聯合國部隊而作出嘅勝利戰事，就被人類歷史上被譽為冇可能嘅任務，我哋都做得到啦。我哋成功擊退美國以及係聯合國嘅部隊，呢一場戰事嘅勝利，亦都令到新中國喺全世界嘅範圍入面揚名立萬，亦都同一時間話到俾全世界聽，所有嘅列強都已經已成過去啦。過去出賣國家主權嘅舊中國已經係一去不復返，唔理得你什麼美國、英國、法國定係蘇聯等等嘅外國強權，喺新中國面前，一切以往嘅特權都必須要被取締。憑住新中國喺抗美援朝嘅戰功，當陣時諗住霸王硬上弓嘅蘇聯呢，亦都要被迫放棄喺中國東北嘅全部主權以及係所謂嘅特權。所以蘇聯亦都歸還咗中東鐵路、大連、旅順港等等嘅呢啲全部設施以及係港口，就全部咧都重新歸屬於我哋中國所有啦。去到呢一刻就可以正式宣布，史達林諗住恢復沙俄時期位於中國嘅特權之夢，就喺呢一刻完全破滅。時間就去到1955年，當沙俄籌建嘅呢兩個造船廠重新俾我哋中國接收以後啊，我哋當陣時咧就定名為國有大連造船公司嘅。到2年以後咧，我哋就改名，將佢改成今時今日大連造船廠嘅呢個名。呢個咧就係中國大連造船廠嘅由來啦，亦都係大連造船廠走向輝煌嘅開端。不過事情又點會咁順利啊？隨住日本以及係沙俄嘅技術離開咗之後，大連造船廠翻嚟到我哋手嘅時間呢，又變翻一個只能夠維修同埋做保養嘅造船廠，又再重新變翻一個唔能夠建造船隻嘅落後造船廠啦。但係中國要建設一支現代化嘅海軍，係冇可能冇造船廠嘅。如果要決心建立屬於自己嘅海軍，就一定要咬緊牙關。所以當陣時，中國就計劃到要將大連造船廠咧嚟到打造成為北方第一個真真正正能夠造船嘅工業基地。既然所有嘅技術都已經離開晒啦，咁呢個時間呢，我哋就揾人教我哋造船。好彩嘅就係啊，我哋喺抗美援朝戰爭嘅勝利底下所帶到嚟嘅戰功紅利呢，對當陣時嘅蘇聯嚟講係比較易話為嘅。當陣時嘅蘇聯呢，就同意向我哋中國轉讓呢個造船技術。就喺蘇聯嘅幫助底下，1962年大連造船廠呢，就嚟到成功製造第一艘萬噸級嘅遠洋貨輪，佢個名呢，就叫做躍進號。從呢架貨輪嘅呢個船名呢，都可以睇得出當中嗰個含義噶啦。自從大連造船廠成功建造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之後，就為到大連造船廠走向獨立自主打咗一口非常之強嘅強心針，亦都打下咗堅實嘅技術基礎。從嗰一刻開始，一切造船所需要到嘅人才、技術、造船體系都開始逐步成型啦，就為到大連造船廠變身成為一間真正能夠具有造船能力嘅公司，就嚟到一步一步走向正軌嘅。不過雖然係咁樣，始終躍進號嘅建成呢，都只不過係涉及到民用領域嘅船隻。對於一間造船廠嚟講，只係能夠製造民用船隻係唔夠嘅。大連造船廠嘅使命或者係最大使命呢，就係要為到我哋新中國建立自己嘅艦隊噶嘛。佢嘅最大使命就係強軍，所以佢最終嚟講呢，都係要製造軍艦嘅。製造軍艦同製造民用船隻根本就係兩碼子嘅事，完全係兩個領域嘅事情嚟嘅。
所以大連造船廠即使係擁有到製造萬噸級嘅民用船隻都好啊。如果要講到製造軍艦嚟講呢，就必須要從零開始，要由到最簡單嘅一啲護衛艇開始，就係大連造船廠第一次製造軍用船隻嘅先例嚟㗎啦。大連造船廠第一款所製造嘅軍用船隻就係由到我哋中國自行設計嘅062型護衛艇。嗱，請記住啊，唔係護衛艦啊，係護衛艇啫。護衛艇同護衛艦噸位上嚟講咧，係相差好遠嘅。我哋第一艘所自行設計到嘅護衛艇062型，佢嘅滿載排水量只有僅僅嘅134噸啫。而一艘真正嘅護衛艦，起碼佢嘅排水量以當時嚟計都接近1000噸級啦。因此嚟講咧，護衛艇就可以話比起護衛艦嚟講咧，排水量係只有1/10嘅啫。如果以今日嘅角度嚟講，好似呢一種100零噸嘅護衛艇，唔好話交俾軍方嗰邊使用啊，就算係交俾我哋中國嘅海警部隊，恐怕憑住呢一個咁嘅份量，連海警都睇唔上。但係就喺當陣時，062型嘅自製護衛艇就已經算得上係大連造船廠嘅明星艦艇嚟㗎啦。正因為咁，大連造船廠就一口氣建造咗400幾艘，被譽為海上輕騎兵嘅062型護衛艇，就一做咗400幾艘。去到後嚟咧，大連造船廠又自主設計咗另一款艦艇，呢款咧就係鼎鼎大名嘅037型反潛護衛艇，北約代號海南級獵潛艇，又被俗稱為著名嘅黃水戰艦。嗱，雖然喺設計到呢艘艦艇嘅時間就正值係處於中蘇交互嘅年代，但係好彩嘅就係咧，就依然冇對呢艘艦艇嘅誕生造成太大嘅影響。037型反潛護衛艇就可以話到喺60年代中誕生以嚟，直至到90年代頭、80年代尾呢段時間嚟講咧，都係我哋中國海軍嘅中流砥柱嚟嘅。當中最出名嘅戰功就可以話到係喺1974年由到281號艦同埋282號艦所參加到同當陣時嘅南越海軍發生嘅一場戰事入面，就嚟到擊沉咗當陣時嘅南越海軍10號艦嘅。呢一場就係好出名嘅西沙自衛反擊戰。而037型護衛艇就比起佢嘅前輩，由到大連造船廠第一次建造嘅嗰一艘062型護衛艇，就由134噸嘅滿載排水量提升到去450噸嘅滿載排水量。咁大家咧就可以見到大連造船廠進步嘅速度啦。而唔單止咁喎，喺1964年，中國第一艘嘅常規導彈潛艇咧，亦都喺大連造船廠嗰度落水嘅。其後去到1971年，中國第一艘嘅051型驅逐艦鎮南號，亦都係喺大連造船廠嗰度建成並且服役嘅。051型驅逐艦亦都係一艘相當之出名嘅艦隻，同頭先嘅037型反潛護衛艇或者叫做獵潛艇啦，兩款都係中國喺90年代前嘅標誌性裝備。051型驅逐艦又被稱之為旅大級驅逐艦，係我哋中國第一代自主研製嘅導彈驅逐艦嚟嘅。喺中國直至到2000年前，就憑住17艘嘅051型旅大級驅逐艦就嚟到支撐住整個海軍嘅主力部隊嚟嘅。呢一艘驅逐艦佢嘅排水量已經係去到3000噸嘅級別噶啦，就係因為咁樣一步一步製造越嚟越大型嘅呢一啲軍艦，所以由呢一刻開始咧，大連造船廠已經基本具備到製造軍艦嘅能力。而去到1980年代嘅時間啊，大連造船廠更加係建成咗國內第一個10萬噸級嘅半船澳式嘅船台，亦都成為咗當時全國唯一一間能夠建成10萬噸級貨船嘅造船廠嚟嘅。承繼住光榮嘅傳統，到去到後嚟，我哋嘅艦隻出現大幅度嘅進步，就係今日我哋耳熟能詳嘅一啲現代化嘅解放軍主力艦隻，例如係052C 型嘅驅逐艦、052D 嘅驅逐艦，甚至乎係055萬噸級嘅中華神盾艦。呢一啲作品通通咧都係喺大連造船廠嗰度出奧嘅。不過
真正令到大連造船廠走向巔峰嘅，都係要數到遼寧號同埋山東號兩艘航空母艦嘅建成。航母係當之無愧人類喺艦艇工業上嘅明珠，亦都係最難攻克嘅造艦技術嚟嘅。喺蘇聯解體咗以後，蘇聯嘅艦艇工業基本上咧就俾佢嘅繼承國俄羅斯以及係而家嘅烏仔所瓜分嘅。喺前蘇聯解體之前呢，就仲有3艘航空母艦未完工嘅喎。呢3艘航空母艦分別就係現時喺俄羅斯唯一艘嘅航空母艦庫茲列佐夫號。喺當陣時咧，佢嘅完工率就仲爭10%，亦即係去到90% 嘅呢個進度。咁呢一艘艦隻咧就俾俄羅斯海軍接收咗。之後仲有佢嘅姊妹艦瓦良格號。瓦良格號就係我哋今時今日遼寧艦嘅前身。當陣時喺蘇聯解體前，佢嘅完工率咧就只有得60% 啫。而第3艘仲未嚟得切起得成嘅航空母艦，就係一艘命名為烏里揚洛夫斯克號嘅。嗱，呢艘航空母艦咧，佢嘅完工率咧就只係得10% 啫，真係可以話到係連個外殼都未整好嘅。不過呢艘航空母艦係有別於前2艘嘅，據聞呢一艘咧就係蘇聯當陣時所設計到嘅核動力航空母艦，而且佢嘅噸位仲直逼到當陣時美國嘅超級航母添。但係畢竟佢只有完成10% 嘅進度，所以佢只係得個殼嘅啫。正因為咁當時完成率已經去到60%嘅瓦良格號就成為咗俄佬以及係烏仔所競爭嘅對象啦。因為呢一艘瓦良格號佢嘅完工率都比較好啊嘛，雙方之間咧就喺當時就嘈到拆天嘅。而當時黑海造船廠嘅廠長馬卡洛夫眼見俄佬同烏仔為咗呢一艘瓦良格號爭到你死我活，就好悲涼咁瑟縮一角嚟到講咗一句：嘈咩啊嘈！你哋都唔使再嘈啦。點解啊？因為呢艘航空母艦根本冇辦法去到完工嘅，即使咧佢得翻40% 未起好都好，都冇辦法完工噶啦。呢個馬卡洛夫眼睇住鏽跡斑斑嘅瓦良格號，就搖晒頭咁話：如果想完成到瓦良格號，想完成剩下落嚟其餘嗰40% 嘅工作，我睇係需要到蘇聯黨中央，再加上國家計劃委員會同埋呢個工業軍事委員會，以及再加埋9個國防部嘅工業部門、600幾個嘅相關專業同埋8000個配套嘅廠家，先至能夠完成嘅。一字記之曰，即係話到只有一個偉大嘅國家先能夠完成，但係呢個國家咧已經唔再存在啦。意思好簡單啦，呢個馬卡洛夫嘅意思即係話到，只有前蘇聯咁強嘅國家先至能夠可以將呢艘瓦良格號嚟到去起好嘅啫。其餘俄羅斯又好，烏仔又好，諗都唔使諗啦，係冇辦法能夠將佢完工嘅。嗱，從呢番話我哋就可以知道，其實即使遼寧艦嘅前身瓦良格號，佢嘅完成率已經係去到60%都好啊，要將佢完全建設咧，其實都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不過後嚟嘅故事大家都應該知㗎啦，瓦良格號就由烏仔嗰邊千里迢迢經歷咗萬水千山，好不容易地又經過土耳其嘅扣關，繳納過路費之後咧，就拖到嚟我哋中國呢一邊，其實就係由到大連造船廠為到瓦良格號去完成剩餘落嚟嘅建設工作，由到一嚿生鏽鐵變成我哋今時今日已經改咗名嘅遼寧號，呢條路咧真係可以話到係相當之唔簡單嘅。自從瓦良格號喺大連造船廠煥發佢嘅第二春，變咗一艘正正式式嘅遼寧艦之後咧，大連造船廠終於儲夠改造航空母艦嘅經驗，後到尾憑住呢啲經驗，又獨立咁建成咗按照住遼寧艦大體設計，屬於我哋第一艘自行完全建設嘅第一艘航空母艦山東號咧，亦都正式嚟到去誕生啦。憑住呢2艘航空母艦遼寧號以及係山東號，我哋中國海軍咧就正式進入咗雙航母嘅時代。航空母艦嘅建設其實咧從來都唔係話一間公司能夠完成得到嘅。中國為咗改造成功遼寧艦，表面睇咧就係由到大連造船廠去到一手包辦，但係其實喺大連造船廠嘅背後，亦都有研製航空母艦特種鋼嘅安鋼集團。
成功研製殲15艦載機嘅瀋陽飛機製造廠，以及係研製航空母艦上面嘅左蘭索嘅巨力集團，仲有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佈滿喺整個造船廠裏面嘅一啲大型龍門吊，負責研製全世界最大型龍門吊嘅，我哋曾經都開一集講過嘅上海振華重工集團，呢一啲喺大連造船廠背後，喺航空母艦背後，其實咧都係集中住一堆世界頂尖嘅科技公司所匯集而成，先至有航空母艦呢一嚿結晶嘅啫。而當中就可以話到大連造船廠就係最燦爛嘅嗰粒星。我哋可以睇到差唔多一部大連造船廠嘅歷史咧，就正正係半部中國造船工業崛起嘅歷史，亦都係半部中國海軍嘅強軍史嚟嘅。從曾經只不過係一個沙俄艦隻嘅維修廠，到去到日本殖民時代嘅造船廠，再去到新中國嘅大連造船廠，由只能夠建造100噸級嘅護衛艇，到去到建造1萬噸級嘅中華神盾艦，再去到建成6萬噸級嘅大航空母艦。大連造船廠截至到今日已經走過咗125個春秋㗎喇。喺125年裏面，亦都係中國海軍嘅8年發展史。當中國海軍正正式式由近海走到去瀋陽嘅時間，而家有咁多先進嘅艦隻，睇到我哋目不暇給，但其實我哋都好應該要了解一下，點解今時今日有咁多好嘢喺我哋面前，當中係經歷過一段點樣嘅歷史。千祈唔好忘記，喺每一艘中國新穎戰艦嘅背後，都係有千千萬萬籍籍無名嘅中國造船人，經歷咗多年奮鬥而成，先至有咁多好嘢俾我哋今日睇到嘅啫。呢個就係喺我去完東北旅遊以後第一個急住了解嘅故事，所以就特登喺呢一集去到同大家講呢個話題嘅，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喺節目完結之前，而家咧就由到我格仔咧嚟到去介紹一下12月21號至1月2號今次為期13天新潮文雲南養生之旅嘅行程嘅。首先我哋就會由香港出發，經深圳灣乘坐我哋嘅包車前往深圳嘅寶安機場嘅。喺坐2個多鐘頭飛機以後咧，就會抵達雲南嘅首府昆明噶啦。到埗以後咧，我哋就會即晚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繁華嘅一面，為到我哋嘅旅程熱一熱身，去到當地著名嘅南屏步行街嗰度 shopping 完之後咧，晚上再食一個豐富嘅晚餐，然後為到旅程嘅開始作好準備嘅。去到第2天嘅時間，就會由昆明乘搭高鐵嚟到去到著名嘅麗江，當地有一個叫做虎跳峽嘅世界著名景區，佢係以極大嘅落差而聞名於全世界嘅。虎跳峽分上中下3段，之所以佢咁出名，就係因為峽谷中間呢，就係長江嘅上游金沙江，而兩岸呢，就係玉龍同埋哈巴2大雪山，所以當長江水衝到去呢2大座山嘅中間嘅時間呢，就會形成咗個急轉彎，加上江面最窄處只有20-30米，喺咁大嘅落差同埋咁窄嘅環境底下，就會造成到江水奔騰洶湧，喺虎跳峽兩岸安全地欣賞到呢個長江第一灣，以及係附近嘅景區景色，就係我哋第2天嘅行程啦。去到第3日，我哋就會去到玉龍雪山嘅景區。由於今次係一次養生之旅，所以咧我哋就並唔會爬到咁高嘅地方嘅。趕到嚟呢個時間，參觀玉龍雪山景區嘅雲杉坪就啱晒我哋啦。佢個海拔唔算太高，但係依然可以喺雲杉坪裏面欣賞到整個玉龍雪山景區嘅景色，再加上喺附近擁有到玉龍雪山嘅雪水所融化到嘅藍月谷，池水清澈見底，而且帶有一股夢幻般嘅藍色，係非常之震撼眼球嘅。喺佢嘅附近亦都有東方棉花堡之稱嘅白水台，睇過白水台嘅朋友從此就唔需要遠赴歐洲土耳其嚟到欣賞類似嘅地貌，因為我哋中國嘅呢個白水台比起土耳其棉花堡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咁靚嘅。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金海寺，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影片嘅話，經常咧都會睇到個背景係熟口熟面嘅。呢一個我哋新潮文經常都用到嘅背景呢，就係呢個黑龍潭公園。今次咧我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參觀嘅。
俾得我哋成日攞嚟做背景。當然佢嘅景色係有翻咁上下靚，所以我哋先會採用啦。之後去到第3日麗江嘅晚上，我哋就會欣賞到呢個麗江千古情嘅大型歌舞表演嘅。有別於一般嘅大型歌舞表演，佢係將高科技手段融合喺現代以及係傳統一新嘅歌舞劇入面，透過咁樣嘅形式嚟到表達到麗江千年嘅歷史同埋傳說，就啱晒啦。好多嘅觀眾反映到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去到第4天，我哋繼續會留喺麗江，因為景點多到玩都玩唔晒嘅關係第4天嘅早上呢，我哋就會嚟到休閒嘅麗江古城嘅南部，嚟到參觀歷代麗江木氏土司嘅府邸嘅。呢座府邸亦稱為木府，由於佢係古城裡面嘅地標，所以咧仲吸引咗好多電視同埋影視作品喺呢度取景，例如有電視劇《木府風雲》以及係錢王嘅劇組咧嚟到前嚟拍攝嘅。之後咧，我哋就會轉移到古城嘅另一方，去到四方街嗰度去到俾大家感受一下麗江古城嘅鬧市。呢度曾經係茶馬古道上面嘅交易中心，喺明清時期已經係雲南商貿嘅樞紐嚟噶啦。嗱，講到嚟呢度咧，都係第4日嘅熱身行程嚟嘅啫，因為我哋將會去到比起繁華嘅麗江古城中心裏面更加恬靜嘅束河古鎮。有朋友就話到束河古鎮仿如咧，好似10年前都仲未有咁多人前往嘅麗江，係比較清幽，同埋可以更加接觸到古代嘅氣氛嘅。但係唔好以為咁樣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就將會去到另一個古鎮白沙古鎮。白沙古鎮咧就位於麗江城嘅北邊嘅。相比起上嚟，仲有更加多朋友就話到白沙古鎮咧係仿如20多年前嘅麗江一般所保留到嘅古色古香風貌、空氣同埋環境咧係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嘅。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埋呢度啦。然後去到行程嘅第5日，我哋喺玩完3日麗江，住埋3日同一晚嘅酒店之後咧，就會轉移到去雲南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佢就係大理啦。嚟到大理，當然就要去睇一睇背靠蒼山、面臨洱海、大理嘅地標象徵，亦都係擁有到1000年歷史喺當地非常之雄偉嘅建築物之一嘅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啦。喺呢度咧，我哋就會乘坐索道，亦即係纜車嚟到前往青碧溪、蒼山大峽谷，嚟到去欣賞中國最大嘅象棋棋盤、俯仰洱海同埋崇聖寺三塔嘅整個環境非常之美不勝收。之後第6日，我哋亦都會繼續喺大理嘅。要深入認識大理，當然要去到大理嘅博物館啦。喺大理博物館，我哋就能夠睇到當年嘅大理國裡面嘅一段歷史，同埋欣賞到好多大理國嘅文物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雙廊古鎮嚟到影翻幾張靚相。古鎮裏面咧係充滿住歷史文藝以及清新嘅氣息，加上佢係背靠洱海，環境十分之美麗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嘅張家花園嚟到欣賞呢個繼承咗白族民居特色、既細緻又精美嘅呢個建築物，仲可以欣賞到當地嘅民族節目，去到一邊品茶一邊睇表演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古城，去到睇一睇呢一個位於蒼山腳下、風景秀麗、昔日古代南詔國以及係大理國嘅都城。喺古城裏面分佈咗14處市級或者以上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亦都承繼住大理嘅文化、宗教以及係民族文化嘅。我哋當然唔可以唔去呢一度啦。跟住咧，我哋就嚟到行程嘅第7日，就會由住咗2日嘅大理出發到去我國3大地熱區之一嘅騰衝，嚟到去嘆世界嘅。唔講唔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嘅地熱溫泉嘅資源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騰衝身為我哋中國3大地熱區之一，所擁有到位於該區嘅溫泉就有80多個，佢嘅沸泉係遍佈整個騰衝各地，有一泓熱海之稱嘅。其景觀同埋水溫亦都係全國罕見。由於騰衝佔到我哋中國已知嘅溫泉數量差唔多成1/4咁多，當然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嚟到去感受一下啦。一到達騰衝嘅時間我哋就嚟到參觀當地非常之出名嘅騰衝火山熱海景區。呢度咧係一個國家5A 最頂級嘅景區嚟噶。之後咧當然唔係齋睇啦，我哋仲要感受。我哋咧就會去到當地嘅一個最豪華嘅5星級溫泉——騰衝嘅和順柏巒溫泉嗰度浸溫泉。嗱，如果大家咧只係曾經去過類似日本等等嘅呢啲地方浸溫泉嘅話，
咁就一定要試下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究竟係點樣噶啦。當中嘅質量絕對係值得我哋自豪同埋光榮嘅。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絕對唔差得過日本嗰啲嘅。喺浸完溫泉食完牛肉火鍋當晚啊，一覺醒來去到第8天，我哋就會出發到去參觀芒市嘅猛獾大金塔嗰度。由於呢笪地方咧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國與緬甸之間嘅邊界啦，所以當地嘅建築物咧亦都好有東南亞嘅色彩嘅。以猛獾大金塔咁去計，佢係屬於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傣族所設計嘅皇宮建築風格嚟嘅。猛獾大金塔佢嘅外表金光閃閃、宏偉高大，係當地芒市嘅標誌性建築，亦都係當地傣族人民嘅聖地嚟嘅。而與之對比嘅有金，當然有銀啦。喺佢嘅隔離，亦都有猛獾銀塔。當中呢座銀塔係以純白為到基調嘅。有好多人就形容到猛獾銀塔直頭睇起上嚟好似假嘅一樣，影相咧係特別出眾嘅。兩座塔，一座金，一座銀，喺色彩上面咧形成鮮明嘅對比。喺嚟到接近東南亞嘅地方，當然亦都要去到當地嘅孟巴拿西珍奇園嗰度嚟到見識一下全國少見嘅大量古樹木，以及係世界罕見嘅直化木玉石嘅。佢喺呢個奇珍園裏面所展出到嘅就有4個大字：稀奇古怪。而去到堪稱嘅亞熱帶植物當中，呢度嘅古樹好多都有超過過百年嘅歷史，而有500年歷史以上嘅古樹亦都係多不勝數，絕對值得嚟呢度參觀嘅。之後咧，由於我哋咁近到中緬嘅邊境，我哋當然要去埋中緬嘅口岸，亦即係著名嘅中緬一條街。喺呢度咧，已經接近出到我哋中國嘅國家門口，用隻眼一睇就可以睇到對面嘅緬甸噶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走過緬甸啦，然後咧亦都會去到著名嘅一寨兩國。呢個一寨兩國顧名思義就係位於中緬邊境之間嘅一座中緬邊陲小鎮。我哋咧就位於中國嘅嗰一側嚟到去參觀。喺呢度咧應該就係離緬甸最近嘅中國地方啦，嚟到感受一下當地傣族同埋景頗族嘅風土人情，亦都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尤其係嗰度所拍出嚟嘅相片咧，非常之漂亮。之後咧，我哋就會翻去騰衝嗰一度，因為咧我哋喺騰衝咧係會連住3日嘅，所住到嘅當然都係騰衝著名嘅溫泉酒店啦。不過嘆還嘆，我哋去到第9日，喺前一晚浸完溫泉，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會嚟到田西抗戰紀念館嚟開始我哋第9日嘅行程嘅。由於雲南嘅西部係當年我哋中國抗日戰爭嘅重要組成部分，好著名嘅緬甸至雲南嘅補給線，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今次要去嘅呢個地方嘅。田西抗戰紀念館所展示到嘅咧，就包含到抗戰後方、禦敵前線以及係怒江對峙等等嘅部分嘅展品咧，就係以抗戰嘅實物為主，包括圖片、文字以及係影像嘅資料。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絕對要無忘歷史。睇完之後亦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十分之震撼嘅。喺參觀完田西抗戰紀念館，當然就要去到佢隔離嘅國殤墓園嗰度，去到向墓園裏面所長眠住當年抗日嘅遠征軍嘅幾千個英靈。呢度係為咗紀念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所陣亡嘅將士而修建而成嘅，亦都係全國有名嘅抗日烈士陵園。再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和順古鎮。和順古鎮係茶馬古道嘅重鎮，亦都係西南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嚟嘅。佢環山而建，我哋當然唔可以錯過啦。之後嘅嗰一個景點咧，就係專為到11月同埋12月出發嘅朋友，你哋好彩啦，因為個季節啱晒。所講到嘅呢個景點咧，就係每逢喺金秋時分，就會變到金光燦爛嘅世界一般嘅銀杏村。喺11、2月呢個時間，銀杏村佢就會變到喺我哋嘅視野範圍裏面，全部都係金黃色。呢種詩情畫意般嘅感覺咧，係絕對值得我哋感受嘅。其後我哋就會再去到騰衝當地另一個著名嘅5星級溫泉嚟到去浸溫泉嘅。嚟得騰衝當然係要享受晒去嗰啲最頂級最正嘅溫泉啦。
我哋咧就會去到月莊溫泉，又或者係荷花溫泉嗰度，呢啲當地著名嘅5星級溫泉，去到感受屬於我哋中國大地帶俾到我哋嘅禮物嘅。然之後咧就去到第10天嘅旅程啦。喺連住3日騰衝嘅溫泉酒店之後啊，我哋既可以喺出面浸一啲5星級溫泉，又可以翻去酒店住嘅時間咧，浸到酒店入面嘅溫泉，咁嘆之後啊，都好唔捨得離開啦。但係第10日咧，我哋就會由騰衝呢一個溫泉之鄉咧，就會去到寶山市嗰邊，嚟到再搭列車前往呢個昆明嘅，翻去昆明啦。從前嚟講，我哋絕對唔可以選擇呢條路線噶，因為要由騰衝去寶山，再翻去昆明咧，最近咧都只有唯有去大理嗰度搭列車翻去昆明嘅啫。但現在已經唔同晒啦，由於中國同緬甸嘅大通道建設獲得重大嘅進展，因此寶山至到昆明段嘅高鐵咧，就喺前1年正式就嚟到建造完成嘅。呢一段亦都係中緬鐵路裡面嘅其中一段，大理至寶山段嘅。我哋而家咧就新鮮滾熱辣喺中緬鐵路呢一段其中一段落成嘅時間咧，我哋就有機會感受到位於鄰國同我哋中國接壤嘅高鐵列車服務究竟係點樣噶咯？亦即係話到咧，我哋係可以喺翻去昆明嘅呢段路裡面感受一下中緬鐵路嘅其中一段嘅。而翻到去昆明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去到昆明老街。昆明老街嘅建築群入面比較古老嘅，都有成900年嘅歷史啦。喺呢啲建築裏面都承載住昆明呢座城市大量嘅記憶同埋故事。作為雲南嘅首府昆明，我哋當然唔可以只當佢係一個中途站或者一個轉駁站，有別於一啲傳統嘅玩法。我哋當然係要深度了解到昆明美麗同埋歷史嘅一面啦。而去到第11日，如果我哋要深入認識同埋了解到雲南呢個咁特別嘅地方，當然我哋首選嘅就會去到雲南嘅博物館。雲南博物館作為一個省級博物館，佢裡面嘅藏館展品既有規模級數，又有當地雲南嘅特色，係其他博物館所睇唔到嘅。如果要了解晒整個雲南嘅歷史同埋珍藏，嚟到雲南博物館就啱晒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所著名嘅軍事院校陸軍講武堂嗰度參觀嘅。陸軍講武堂原本就係清朝為咗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嘅一所軍事學校嚟嘅。後到尾就同位於天津嘅講武堂、奉天嘅講武堂並稱為中國3大嘅講武堂。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昆明市內著名嘅翠湖公園。嗱，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係11月以及係12月呢個時間嘅，所以咧我哋就好彩啦。除咗頭先講到睇到銀杏村裏面金光閃閃之外，另一個當造嘅時間就係因為喺昆明市內有大量嚟自於西伯利亞嘅海鳥咧，為咗避過呢個嚴寒，就會嚟到春城呢一度嚟到去避寒嘅。因此，當我哋去到有春城之稱嘅昆明呢啲咁靚嘅公園嘅時間啊，都會有大量嘅海鳥聚集嘅情形俾我哋去到睇到嘅。當你隨手準備一啲麵包碎啊、乾糧啊，隨手向天空一揮嘅時間啊，就會可以惹嚟海鳥嘅啄食嘅。大家咧亦都不妨去到雲南嘅呢啲公園啊，去到餵下海鳥都仲得㗎。加上當地呢啲公園嘅風景十分之漂亮，絕對咧可以影得出一張你心目中想要嘅靚相嘅。之後嚟到行程嘅第12日，既然親近得動物嘅話，倒不如就去埋著名嘅昆明動物園嗰度參觀仲好啦。昆明動物園出晒名，係一個體驗相當之好嘅動物園嚟嘅，全國都聞名嘅。喺裏面呢就有雲南嘅野生亞洲象，當然亦都唔少得作為鎮館之寶嘅大熊貓啦。喺園內面各式其式嘅動物都可以去到近距離進行互動，甚至乎係觸摸嘅。然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昆明市內著名嘅公園海壩公園嘅。再之後咧就會感受一下昆明當地嘅一個5星級溫泉益豪城堡溫泉，嚟到放鬆一下，感受下啲豪氣嘅。嗱，因為去到之後嘅第13日，我哋咧就準備翻香港啦。不過喺臨翻去之前，第13日嘅行程亦都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斗南國際花卉市場。
呢個令你瞬間置身於一片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藍色、紫色各種顏色，包含到玫瑰、向日葵、康乃馨、菊花等等多種唔同嘅花於一身嘅花卉市場，係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我驚大家去完之後唔捨得走添啊！不過都冇辦法啦。第13日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嘅行程，我哋咧就會由昆明搭飛機前往深圳，然後再乘坐我哋嘅包車經深圳灣翻香港嘅。咁樣咧就嚟到結束到我哋13天嘅行程啦。喺呢度需要注明嘅就係呢個團咧係特別適合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去到玩嘅，而且我哋喺行程裡面所坐到嘅旅遊巴都係我哋俗稱嘅飛機椅旅遊巴。喺我調教到整個行程嘅時間咧，亦都係就住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去到度身訂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留喺同一笪地方嘅日子會比較耐啲、嘆啲、腳步放得慢啲、輕鬆啲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聯絡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一旦決定咗，手腳要快啦，因為我哋新潮文嘅新潮之旅咧，從來報名速度同埋滿額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喺呢度咧要講聲唔好意思先，希望大家會中意我格仔親自設計嘅呢個行程。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直播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今晚咧就有我哋嘅新潮文直播，時間就係禮拜六晚嘅10點鐘，到時約定同大家見面啦。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